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好，如何用 AI 在10分钟左右做出一份专业的简报？可能你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老板临时让你准备一份汇报，客户突然需要一份提案，或者课堂要讲授一个专题。好，结果你花了3-4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最后 PPT 还是普普通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用的还是20年前的方法，自己理资料，自己排版，自己调颜色。而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用 AI 把繁琐的工作交出去，让我们只做最关键的部分。好，很多人现在做简报的流程是这样的：打开 ChatGPT， 输入本 PPT， 帮我生成一份 PPT 大纲，然后找一个 AI 工具套用模板，再花几个小时调字体、调配色、找图片。这看似已经在用 AI， 但其实还是旧瓶装新酒。耗时间依然很长，用对方法。我们真正的高手的思路需要一个反向工程，他的思维完全不一样。首先他们会先问我的听众想看什么。同样一个报告给老板看，突出业绩亮点、未来计划；给客户看，强调服务价值、交付成果。好，给团队看，分析问题，提出改进。这就是反向工程思路，不是从我要讲什么出发，而是从听众需要什么出发。好，今天要讲的我们这个 AI 工具，它叫做 AI PPT， 它是能快速的完成，把你的想法变成令人惊叹的简报。好，里面有无限模板可免费使用啊。它的模板工具也有多种的风格，从简约到趣味到商业卡通，还涵盖了医疗、教育、保健和技术等主要行业。每日有2次成功转换限制，失败不计入限制。如果我们做出来没有成功，它也不会计入一个限制。好，这边我们就需要用 GPT 帮我们生成一个大概的一个大纲。好，一个好的大纲标准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像讲故事一样。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逻辑、案例、数据来有节奏，串成一个有节奏的故事线，就像一部电影。我们做出来的每一页要有观点、有论据、案例，让人听了就想行动。好，这边我们用 GPT 帮我搜索了一个心理健康行业的一个信息。好，它的信息量就比较大哈。好，有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主流服务类型、主要参与者、技术发展趋势和从业者构成和发展路径、大众接受程度与消费习惯。好，我们可以再根据它的一个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做一个深度研究。好，根据这个，我们再让它帮我搜索一下心理健康行业大众接受度与消费习惯的一个变化。好，我们这边的特定人群的话，就要选一个年轻人、职场人、家长和学生。好，让他再给我们做出一个研究。好，他就会给出我们的一个心理服务接受度与消费习惯趋势的研究，而且它是近5年的一个研究结果。好，我们再让他根据以上这个帮我们再做一个简报大纲示例。好，这样我们一个大概的简报大纲我们就有了。好，因为我们这一个 PPT 生成的一个提示语的不能超过500个字哈，所以我们就需要把一个大纲的内容写得又专业又通俗易懂。如果字体太多的话，我们可以让它帮我们精简一下。
好，把内容精简到400字以内。好，这样我们的一个精简版的心理健康行业消费者观察与洞察与商业策略的 PPT 大纲就做好了。做好之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个大纲把它复制粘贴到我们的 PPT。好，这里点生成。好，如果你想用一个 GPT 的一个升级版本，那我们可以升级到一个 GPT-5的一个 Plus 的一个模型，它的思考会更充分，回答会更优质。但这个呢，它只针对付费用户，而且效果它是专业性更强。如果你长期要用 GPT 的话，建议可以直接把它升级，也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升级的朋友，可以点击在这个描述栏这边找到一个更多。好，点击之后有一个银河录像局的一个平台，这个是专门购买代充的一个链接。好，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来。好，这个工具它叫银河录像局。好，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平时都有用到 GPT， 但是在国内想要升级一个会员，其实会遇到不少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官方支持通常需要境外信用卡或者虚拟卡，而我们大陆的银行卡和支付方式大多数都是无法直接支付的，大多数情况都是无法支持的。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有一个第三方平台提供了一个代充服务，操作方便也很简单。好，如果你已经有账号了，可以直接选择代充。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过来，这里有一个代充。好，这里就是一个我们的 GPT Plus 的一个代充，点击进去。好，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会员的一个国内这个都可以使用的。好，这边还有一个 AI 服务。好，我们点这个服务的时候，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工具都可以在这里购买它的一个会员。好，我们可以点这边 GPT Plus。好，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共享会员和一个独立会员。好，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会员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里代充。好，1个月、1年都是可以的，这个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决定。一般来说，年费会比月费划算。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独立的会员，想直接单独购买一个会员，这个账号归自己所有。这边它也有一个独立会员，这边可以直接购买一个独立会员账号，这样账号归自己所有。相比合租更安全，也能避免一些隐私和封号的风险。这边还有一个共享会员，这是一个多人共享的一个会员。这边它相对会更便宜，它有10人付款，还有4人付的。我们10个人也只需要31.5块，10个人只1年付的话，也只要360，4个人只要72，年付只要774。我们的独立会员这边也可以，也只需要152，年付也只需要1600块钱。好，这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内支付宝就可以付款，非常的方便。好，这边我们点击开始使用。好，在登录之前，我们需要一个邮箱密码登录。好，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谷歌账号 iPhone 或者使用我们的一个 APP 登录都是可以的。好，这边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谷歌账号登录进去。好，这边你如何创建你的 PPT 呢？我们只需要输入你的主题或选择以下的项目之一。好，我们只需要输入主题，你的简报就会在几秒内显示。它的一个下面还有一些推荐的一些简报的一些简历建议，比如说建立高效的销售团队，领导者的管理技能，如何提高工具，如何提高员工的参与度，未来虚拟货币趋势，远程团队协作的关键策略。好，我们直接可以在这里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语。我们需要有一个设计好看、
又专业的一个简报的话，我们就需要先从搜索资料开始，需要再提炼它的一个大纲。好，最后我们丢给 AI 简报工具做成设计。好，这边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 GPT。好，这边我们让它帮我搜索一下我心理健康行业的一个信息。好，这边我们用的一个深度搜索哈。好，它就给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行业的一个概况。好，它里面有提到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主流服务型，还有主要参与者、技术发展趋势、从业者构成发展路径、大众接受程度与消费习惯。好，这边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来再做一个深度研究。好，比如说我们想要这个把它做一个详细的研究，把它再做出一个 PPT， 再把它做成 PPT。好，我们请他帮我搜索心理健康行业大众接受程度与消费习惯变化。好，这边我们发送给他。好，他问我们希望了解哪一类群体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受度和消费习惯变化。好，我们选一个特定人群，年轻人、职场人和家长、学生，发送给他。好，他就会整理出详细的资料。好，这样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大量的搜索，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这个 AI PPT 它的模板有20万加，还能一键导入大纲，自动配图、配色。好，这里我们导进去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做调整，它也帮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好，这边我们让 GPT 控制在10页以内，把这个 PPT 简报。我们做的内容是消费者洞察和商业策略。好，这边它就直接给我们的生成了一个行业趋势、消费者趋势与商业策略。好，这边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到下一步，让它，因为这上面的内容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做 PPT 不需要那么多的文字，这样人家看得眼花缭乱的。好，如果它一次没有给我们生成好，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让它再改一下。好，让它给我采用观点、数据、案例的结构，让人一看就有立即行动的动力。好，然后它又给我重新改了一下。好，这样的一个 PPT 大纲就有了。好，它的第一页是说的是年轻人的一个健康服务的主要增长动力，它有数据有案例啊，它每一个还有年轻人、职场人的观点、数据，还有一些案例。做这个数据，我们就需要有年轻人、职场人、家长、学生来做一个消费者与商业的一个策略。好，这边我们做好之后呢，好，下一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丢到我们的 PPT 里面，让它帮我们生成出来。这里我可以看到，它最后还给了我们一个行动建议啊。好，我们把这些打包复制下来。好，这边我们的这个文件的字数，它会控制在500字以内啊。好，我们这边就可以让它给我们生成一个精简到400字以内的一个信息。好，这边我们生成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包复制过去生成。好，这边复制粘贴了之后，我们就这边点。好，点击生成之后，它就会给我们一个思维导图。好，这边我们可以编辑、添加文字，也可以编辑这个思维导图，也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文字哈，每一段都可以。好，你觉得哪里需要改的一下的话，哪里我们都可以把它添加出来。好，做好之后，我们下一步就需要选择一个模板。好，这边它的模板有24万加，真的非常的多，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选择适合这一个 PPT 的一个模板啊。好，选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生成 PPT。好，这边它就开始帮我们生成。
好，在制作的过程中，请稳离开哈。你如果关闭这个页面，它的生成就终止了。好，做好之后，我们这边有一个预览。好，这边我们也可以继续编辑，这里有一个编辑。好，比如说我们想把这里把它改一下哦。好，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大纲的编辑，也可以把里面的内容删除，或者是把标题给它换一下。加一些内容进去都可以。好，这个模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替换掉。你觉得这个模板不喜欢，我们想换一个模板。好，这边有一个模板替换啊。好，这里还有一个插入元素。好，比如说我们想插入一个文字啊，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字把它变一个形状，好，都可以。好，上面还有一个放映，可以让它从头放映，这边我们点一下，它就可以给我们放映出来。你看这边我们的所有的模板都可以来替换啊。好，比如说我们想用另一个模板，好，这边启用这个模板，好，它的模板就会给我们换掉了，是不是？它的模板就不一样了。好，这里有个替换模板，看到吗？直接点替换。啊，这边都可以，喜欢哪一个就换哪一个啊。好，除了我们用提示词，我们也可以粘贴一个文件进来。这边可以上传我们的一个文件，我们把我的文件上传拖拽到这边。好，如果你不想写太多，我们也可以直接让他帮我们写一个啊，比如说我想写心理健康行业大众接受程度与消费习惯变化的 PPT， 这里我们就直接输入这么一段文字，让它帮我们写好，然后它会集思广益，根据我们的主题生成内容大纲。好，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好，它生成好了之后，我们再选择一个模板，好，选好模板点生成，这个是它直接帮我们生成的哈。这边可以看到它生成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啊。好，这里选择模板，我们需要选择一个跟我们的这个文件搭配的一个模板，好，这样生成出来的既好看又直观。好，我们选模板的话，可以这样选：一是风格和你的产品匹配，二是页数和你的要讲的内容对应。一般产品介绍6到8页就够。好，选好模板。好，我们 PPT 做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分享的按钮。好，比如说我们想分享，好，如果点分享按钮的话，我们这里就这个谁可以访问，我们就选我们自己啊。好，要是你选的所有人的话，可能人家都会到你的页面来。我们设置好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复制发给同事。选自己就防止人家乱改我们这个 PPT。这里还有一个下载的按钮下载下来之后，在我们做演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点出来如果我们在导出后发现有页面错误，能改吗？这个问题是可以更改的，可以回到我的工具里面这边下载的话，它需要有会员，它才可以免费下载，可以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找到这边也可以来编辑做一个更改改完之后再重新导出就可以它的一个免费体验的话，无需信用卡的，它每天可以生成2次 PPT。 好，我们生成幻灯片的话，它的上限是10页这里对于我们新手而言，也可以来免费体验一下如果你经常做这个 PPT 的内容的话，可以升级一下它的一个付费内容好，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生成它的一个 PPT。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我会把这个工具的链接放在描述栏，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选个模板测试一遍。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